我爸和我妈结婚30多年，却在过年的时候因为12块钱要闹离婚。他们问我跟谁？离婚吧。疯了？为了12块离婚？对，就为了那12块钱。30年了，这30年里，我打过你吗？我骂过你吗？啊！你住的房子、吃的喝的，哪个不是我的？现在为了几个破碗，要跟我离婚？你还哭？结婚30年，我还陪你住在这个破出租屋里，你好意思说是你的？还有吃的喝的，这些年一个月见几次手？别笑你刚才复习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嫌我没钱了？你早干嘛去了？你是没钱了，我一个月3000块，我买菜、交水电、交房租，还要给儿子生活费，你一个月8000，我看着我也混吗？我也有开销。你的开销就是你弟弟要买房，你二话不说给了35万，你弟弟要开火锅店，你给了18万。养了你弟弟，还要养你弟弟的孩子，他上私立学校你又给了10万。他是我知道他是你弟弟，所以我就该住在这破出租屋里，儿子就该上公立学校，你连书本费都要精打细算，对吗？你。儿子，你跟谁？我谁都不跟。我入赘。什么？啊？什么？儿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才说呀？不用在这儿假惺惺的了，就算我说了，你会在乎吗？儿啊，你是爸的心骨肉，爸怎么会不在乎啊？爸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能给周家留个后啊。周家，连3个碗都买不起的周家，你怎么能这么说爸爸呀？爸爸含辛茹苦把你抚养成人，还送你去清北最顶尖的大学，你一去入赘会被人笑话的。养我，这句话你说的不害臊吗？与其说养我，倒不如说是养我二叔吧。你这几年给他的钱有几10万了吧？他还你1分了吗？我呢，就连校服钱都是我妈出去借的，一穿就是3年，破了都舍不得换。我知道那个事儿我能忘吗？是咱俩一起去的。建国，别打电话了，今天你送的孩子，我也快迟到了。哎，哥就一句话啊，有啥事儿跟哥说，哥可就你这么一个弟弟啊。妈，我这校服破了，给我买个新的吧。去学校同学都笑我。知道？那你怎么没跟我说呢？孩子该买校服了。买个校服跟我说什么呀？啊，这没看我跟我弟打电话呢吗？我全身上下就这些钱，你给我200。没钱没钱。哎，不是跟你说，哎，不就10万吗？行，哥给你送，别急。哎，行，好嘞，挂了。10万，周建国，咱们家还过不过了？上次他买房借的30万还没还呢，又借10万，咱们家钱是大风刮来的，连孩子校服钱你都不肯出。我当大哥的，借点钱给弟弟那是应该的。再说了，我才是一家之主，这钱怎么花，我说了算。
后来，我妈为了给我买校服，去商场兼职当导购，一站就是10几个小时。你知不知道，我妈她一站久了腿就会疼啊。废什么话？今天就一句话，赶紧给我离婚，老子丢不起这个人。不然，让你打死！打呀！还打死我？反正我早就该死在高3那场大病中了。拿着，哥，壮壮上司令差这1万学费，过几天手头宽裕了，我就还给你。咱们兄弟2个，用得着说这些吗？不着急。谢谢哥。周，你先把这1万块钱还给我。医生说小雨已经肺炎了，必须马上治疗，哪怕过了这段时间再给你啊。嫂子，你这是不想借我呀？我哥他不差这1万块钱吧？再说壮壮马上就要入学了，不交学费，学校名额就没了呀。你放心，把钱拿走就行。现在这孩子都是娇生惯养，还肺炎，那都是小毛病。你想想咱们那会儿发烧，睡一觉起来啥事都没了。小毛病，那可是肺炎，要人命的。这个时候把钱借给你弟，是想让儿子死吗？把存折给我。疯了是不是？啊？这个家什么时候让你说话？哥，你们家务事我就不掺和了，我带壮壮先走了啊。行。周建国，你不是有钱吗？你拿出来给孩子治病呢？嚷什么嚷？你不嫌丢人啊？我这刚借出去1万，我上哪给你投钱去？行，你不给，你就自己去把这钱要回来。嫂子，不是我不给你，而是壮壮上学他得用这笔钱呐。他可是你亲侄子，你舍着看着他没学上吗？可是小雨命都快没了呀，就当嫂子借你，行吗？这样吧，嫂子，这钱我借你，不过你每个月得给我500块的利息，怎么样？你知不知道，我妈为了还这500块钱的利息，一个人打4份工，整整还了2年。若您还是觉得不够，那您还记得这个吗？初3那年，就是因为你，害得我差点落下终身残疾。站住！哟，这就是你堂哥，看着真窝囊。周壮，他家真那么有钱？看着也不像呢。那当然了，我堂哥家当然有钱，他家要没钱，我能过得那么好吗？周宇，拿钱！我没钱。去哪儿？让我搜搜。还敢挠我？兄弟们，给我干他！哎呀！哎呦，中了，中了！哎呀，没摔着吧？啊！哎呦，走，咱啊不上课了，大伯带你去看医生啊！爸，叫什么叫啊？没看见你弟吓成这样了，你那点小伤，自己回去处理下得了啊！哎，处理完赶紧回去上课，别想着装病逃课。没事，不疼啊。我知道，抽什么风啊？孩子都这样，你还只顾着你弟家的孩子，医生说不是会一辈子瘸腿的。瘸腿就瘸腿，就死不了啊！谁让他不让着撞着的？这事都活该！不知道！你干什么呀？细看，我还得看撞上呢。周建国，儿子，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是妈不好，是妈没有。妈，这不怪你，这么多年已经够累了。
你也不能不声不响的直接入赘呀！你看看我这条腿，还有人会嫁给我吗？我有结婚的资本吗？胡说八道！是清北的毕业生，在海城还有体面的工作，那追你的人不得排队啊！海城最不缺的就是有钱人和我这种高材生。周建国，别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了。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才让周恒把咱们家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可他是我知道他只有这么一个哥哥，可我呢？我妈呢？有几个？我好不容易熬到找了工作，我以为家里会好起来了，可结果呢？你隔三差五就找我要钱，不是你病了，就是我妈难受。可最后我才知道，你又把钱给了二叔周建国。你醒醒吧！周恒他们家早住别墅了，可我们家还住在这个出租屋。是你老子啊！没大没小的东西，都敢直呼我大名了！怎么又想打死我？来呀！不怪你，现在立刻去给我离婚！我给你找了一个好姑娘，她在海城有房子，而且她还能养这个家，就是岁数大了。周建国，你说什么？你是想把小雨卖了，继续养你弟弟？什么叫卖啊？他刚刚不也说了吗？他想住别墅，他想变有钱，我满足他呀！啊！你笑什么呀？我庆幸我选择了没有告诉你，我结婚了。我不想像我妈一样被你吸血一辈子。儿子，什么时候结的婚半年前。那个女孩对你怎么样？妈，那个女孩叫俏俏，她对我非常好，是她把我从自卑的泥潭中拉了出来，是她让我知道我是个真正的神，而不是一个人人吸血的提线木偶。和她在一起，我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好，妈支持你。不过以后再发生什么事儿，一定要先说出来。妈，我是不敢告诉你，我怕周建国又去找俏俏要彩礼，我更怕周恒他们一家借钱。儿子，这些年苦了你。没有，听这意思，还是个小富婆啊！再加上小雨的工资，我又能维持我有钱人的人设了。儿子，爸也支持你。爸给你找那样的媳妇儿，爸是真心为你好。爸听到你找了个好媳妇儿，那爸是打心眼里替你高兴啊。那什么时候儿媳带回来？我跟你妈……她不是你儿媳，我已经入赘了，改姓林。从法律上讲，我已经不是你周家的人了。说什么？我说了，我改姓了，叫林宇，叫林宇。儿子，别说气话了好不好？再怎么说，你是爸亲生骨肉，这法律也改变不了这点啊。你这户口还在爸的户口上呢。这老话不是说的好吗？上阵父子兵。还有什么？那总的来说，你在跟我，那老爸到时候给你当保姆。谢谢啊，不过不好意思，我的户口也迁到了海城，所以你们离婚跟我没关系，我也不用选边站，因为我已经不是这个家的人。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儿子，哎，不要！妈，你说什么呢？您想要离婚，我双手支持你。我虽然不会跟您走，但是您可以跟我一起啊。我再怎么说，也是您生的呀。
就知道妈心里还放不下爸。等他想通了，彻底对爸失望了，我再把他接走吧。妈，时间也不早了，乔乔还在等我，我就先走了。不行，你不能走！你要想走，拿10万出来啊！你要想走，拿10万出来！我给你妈供白养这么大呀，入赘了个有钱的媳妇儿，拿个10万不难吧？周建国，你还要不要脸呢？都这个时候了，还不还得要钱？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都让我觉得我当初入赘和改姓的决定无比正确。今天不拿这10万，就别想走！你过上好日子了，就把我跟你妈丢这不管了，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没钱，没钱？那你媳妇总有吧？跟你妈养你这么大，花的可不止10万啊！你要是不给，我就去公司闹，我找你媳妇闹。你要是给了，你爱去哪去哪。好，你要10万块钱干什么？我养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前一阵子二叔打电话来说他的火锅店要扩张，好像就是要10万块钱吧。他说了，这会让我入股。入股？他是什么人你不清楚？现在看来，你还是可以为了二叔放弃一切，甚至是我们的父子关系。老子养你这么大，你现在过上好日子了，我要你个10万，不过分吗？我已经改姓了，你不是我老子。想借钱找你的儿子们去吧，比如说什么周恒、周壮。你说什么？你读书读到狗洞里去了？是啊。哥，你再借我5万，就5万，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下一次我再也不借了。哥，先起来，你先起来。哥，等着，哥就算借，也把钱给你凑齐。张哥好，我想找您借点钱。滚！再不还钱，老子打断你的腿！不是，喂！小李，对了，明天就是二叔要来家里的日子了吧？你现在都成过街老鼠了，我看你怎么应付二叔。老公，洗手没？洗了。尝尝我最新研制的粉红蘑菇汤。全把你吓的，放心吧，没毒。不过你要是毒死了，那我就去殉情。谢谢你，乔乔，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好啦，小傻瓜，你要是真谢我的话，就把这汤喝了。好，我喝。儿子，你二叔他们来了，还带着你奶奶，他们非要见你，说是要好好谈谈。好，我知道了。家里的事儿，我妈还有二叔他们又来兴师问罪了。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用，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二叔的情况你也知道，要是你们见了面的话，肯定会有更多麻烦的。味道很好，等我回来。哎，你注意安全，有事儿立刻给我打电话，我去给你撑腰。好。哎呀，周宇啊！哎呀，你个窝囊废呀！你竟敢跑去入赘！你说我们老周家的脸呐，全被你给丢尽了！哎呀，老爹爷呀！你说我上辈子这是做了什么孽呀？竟然有了这样不孝的子孙呐！周瑜已经不存在了，我现在叫林宇。妈呀，
年轻人不懂事儿，你先起来，我跟小雨聊聊啊。小雨啊，听说你结婚了，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啊？家，二叔，在你的努力之下，我这还叫家吗？不过托您的福，我现在也有一个家，非常好，巧巧非常爱我。你听听，你听听啊！不孝的子孙，不孝的子孙呐！啊，现在的孩子啊，不叫敬长辈也就算了，连老祖宗都不认了。你说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我不如死了算了。跪下，赶紧给你奶奶道歉！你看把你奶奶气成什么样了？老祖宗，他们现在要是在的话，他们应该更想知道他的子孙把日子过成什么样子。2018年3月，购房首付35万；2019年7月，火锅店扩张加进货18万；2020年4月，火锅店装修5万；2021年9月，周庄私立学校费用10万；2022年春节全家聚会费用2万。还有，哥，你说这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借款，共计73万。周宇，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爹，这件事儿到此打住。你不会真还觉得我想认你这么个爹吧？你是要气死我啊你！你这次是真的把孩子心给伤了。如果你想缓和跟孩子的关系，不如先听听他怎么说。二叔，你这些年在我家借了这么多钱，你打算什么时候还呀？小雨呀，都是自家人，哪有他妈借什么还什么的说法？再说我找你爸借的时候，他也没说要还呢。哦，是吗？对嘛，还是说说你结婚的事儿。没说要还，但我爸他也没说不用你还吧，所以我把你们的银行转账记录都打印出来了，这上面能证明你们存在借贷关系。如果你不还的话，你就等着法院传票吧。你什么意思？你要告我？我可是你二叔。是啊，正因为你是我二叔，你才有和我当面谈的机会，不然你现在等到的就是法院传票。哎呀，你个白眼狼啊！这么些年，你二叔对你那么好，你就为这区区的70几万，你就要告你二叔？哇，区70几万！奶奶，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有钱？那不然你替二叔还？还有，他对我好，要不你让二叔自己说说，他是怎么对我好的？都不说是吧？好，那我就帮你们回忆回忆。周宇，王宇，看着了，滚出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碗都能摔碎。还有，你是瞎了吗？看不到上客人了，还在这闲着？赶紧滚到前面去，上菜上锅。废物，什么都干不好，看什么看？赶紧滚！还想讹我呀？你的贡献别想要了，明天让你妈过来把碗赔了。这就是你们对我好。小雨啊，这都是误会，我不也是为了磨练你吗？再说都过去那么久了。这就是你的磨练。二叔，我还依旧清晰的记着，医生当时跟我说，如果再早来10分钟，依旧能恢复如初。行，这件事儿就当二叔对不起你，二叔现在向你道歉，行了吧？道歉有用吗？我要是报警说你雇佣童工还拒绝治疗，你怎么着都得蹲上个几年。那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要他赔我10万块钱作为我的医药费。什么？小雨，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个道理你懂不懂？我可是你叔，哥，你好好管管你这儿子吧。小雨，闭嘴，没你的事儿。小雨，你冷静，有话好好说啊。我很冷静，我只是想问我亲爱的二叔，你知道
你再拿走我家的10万块钱，给你儿子上私立学校，穿着上千元的名牌衣服，用着苹果手机的时候，我在干什么吗？我在做家教，1个小时50块，1周干6天，都是因为家里的钱全都给了你们。我妈静脉曲张，还要维持家里的生计，这笔账你心里清楚吗？还要帮他们说话。够了，你爸是老大，他帮助弟弟不是应该的吗？话又说回来，都是一家人，这账何必算得那么清楚呢？你记住了，当大哥的就得有当大哥的样子，长兄如父就是长辈儿，帮衬兄弟那不是应当的吗？你以后也要好好的帮助你的堂弟。是吗？你是想让他们一家子吸干我们家的血才肯帮凶？话说回来了，你作为长辈，怎么不帮衬一下你的小儿子？我什么我能脱离周家，就是最正确的选择。周宇，住口！奶奶说的对，儿子年纪大了，要是把他气个好歹的，我打死你！有本事你连我也一起打死！小的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啊！男人说话，女人别插嘴。爸，我正好还有些事想问问你，只要不气你奶奶，随便问。这是我这些年获得的奖学金和奖金，总计15.6万元。你说帮我看，怕我乱花。那么我想请问，现在在哪儿？周建国，你连孩子的钱也一起给周恒了？我这是借用，我打算还的。借用？你是借用到二叔家的火锅店里了，还是借用到我堂弟的学费里了？这是银行流水率。每次我获得奖学金和奖金发给你的时候，你都会有一大笔转账发给二叔，时间、金额完全对等。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不懂，反正我会还的。好，那我简单跟你说一下，你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叫盗窃。啊？你说什么？你要告你亲爸？这笔钱是学校发给我个人，是我的个人财产。我这么做是在维护我的合法权益。你简直就不是人了，你就是个畜生！小雨这些年受了那么多委屈，再多动他一下，我就跟周建国离婚，再也不回来了。你瞅瞅，你瞅瞅，这就是你的好儿子、好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妈，不行，我这个窝囊大哥说不定真就把钱还他，那就没钱给我了。小雨啊，消消气，消消气啊！奶奶说的对，哪有儿子告老子的道理？这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的。让人笑话？我家这些年因为你让人笑话的还少吗？嘿嘿，你看看，你爸养你这么多年，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那些钱就当补偿你爸了呢。二叔，既然你这么说，你打算怎么补偿我爸呀？这笔账还要我一点一点给你算吗？你自己心里心知肚明。这些年，我爸在你和你儿子身上花了多少，在我身上又花了多少？要不是我妈这个老实的傻子，别说上学，我连校服都没有。妈，能不能别再傻下去了？行，我还还不行吗？不就是钱吗？我把别墅卖了，把火锅店卖了，把所有钱都还你，我会壮壮去死，行了吧？哎呀，老二啊，你就别说那傻话了，你要是死了，我也不活了。行了，别演了，我只要回属于我的那部分9万块，3个月之内还清，把欠条签了。至于我爸那73万，你们自己看着商量。哎，这才是一家人嘛，小雨呀，二叔谢谢你，你放心，二叔就算不吃不喝，也会把那9万还给你。哼，等恨我今天，我去周建国这个傻大哥面前哭上一哭，别说这9万块烟消云散，我非要从你爹身上再撕出来一个血口子，当做你对我不敬的补偿。好啊，那麻烦二叔你在这上面签个字，顺便按上手印，你也可以看看上面的金额对不对。哎，小雨啊，我可是你二叔，这借条就没必要了吧？没错，哎呀，一家人搞这些，我这老脸往哪放啊？啊！再说了，你二叔已经都答应你了，他就一定能做到。撕吧，继续撕，不过我还能继续印。
但是今天必须签。小雨啊，二叔刚才说大话，这3个月这么短，怎么能拿出来9万块钱呢？这跟要二叔的命有什么区别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家活地月流水30万，纯利润10万。反正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如果你这9万不还的话，生意你也别做了。你怎么知道？我是不管你们家里的事儿，但并不代表我不清楚。你去年买了一辆30多万的宝马，今年过年你又给你儿子买了一套1万多的游戏设备，这么多钱从哪儿来的？不用说，不用。还有你，连我的奖金、奖学金一并还我。小雨，你也知道，爸也没那么多钱。我不管这些，我只要结果。就像你曾经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把钱全给二叔一样。总而言之，你们2个在3个月之内没有把钱还清的话，我就会直接起诉。等等，妈妈，你想通了，愿意跟我走了？儿子，一定要跟家里闹到这个地步吗？妈，你怎么还心疼他们？这不是我要闹，是他们欠了不该欠的钱。这么多年，你受的委屈还不够多吗？可是，再怎么说，他们也是你的亲人。亲人，作为父亲，在家里不管不顾；作为二叔，疯狂的吸大哥的血；作为奶奶，纵容二叔去榨干我父亲，现在还想吸我骨髓，这算什么亲人？闹够了没有啊？我是你爸，不管怎么样，这点永远无法改变。而且这些年我做错了什么啊？让你六亲不认？不可理喻！你二叔是我唯一的弟弟，我帮自己弟弟有错吗？你这些独生子也太自私了。我们这些年代，哪家兄弟们不是互相帮衬啊？还有，就你是所谓的这奖学金，要不是我把你生下来，你都没机会拿到这些。说了。帮你理财，那就是理财。你二叔当初他亲手答应了，有钱了，给你入股，我有错吗？哦，是吗？没错。那既然你家这么有钱，我怎么没有拿到1分呢？哎，你还小，你不懂，做生意也有做生意的难处啊。哎，是啊，开着一辆30多万的宝马，住着小别墅。好难呀！行了，你也别说什么废话了，我也不需要你的什么破股份，把钱还我。好话坏话都说尽了，你怎么就不听呢？我真后悔当初就生了这个白眼狼，养到大还不如这个善良喂狼。如果我能选择的话，你以为我会想生在你家？至于你养我，妈，你来告诉他们，这些年到底是谁在养我？是谁在养这个家？你哑巴了？说话呀！妈，说呀，难道还是因为那件事？虽然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他们凭什么因为这件事拿捏你一辈子？妈，儿子，别说了，大不了妈把这钱还你。哎，这可是你说的啊，我可没逼你。周建国，你还算什么男人？就凭当年那么一件破事儿，把我爸吃死，让他做牛做马。虽然你从来没有在明面上说过。但是只要他敢反抗，你一个眼神他就会害怕，是因为他心里愧疚，然后你就开始为所欲为。够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妈妈变成这样？妈，你这辈子受的委屈够多了，你已经不欠任何人了。是，没有可是。从现在开始有我在，他们欠的钱让他们自己还。你以后不用再受任何人威胁了。儿子，你不懂，你不懂，你爸受了天大的委屈，妈这辈子都还不清。妈，到底是什么事儿啊？算了，妈，你先去休息休息啊。不管当年发生了什么，你们都不允许再逼迫我妈。我的钱必须还，3个月多1天，我都直接起诉。多1天，我都直接起诉。
周瑜，还有事吗？我们再好好谈谈，好不好？还有什么好谈的？你看，我这些年确实欠了你爸不少钱，但你也知道，做生意也不容易，哪能说还就还呢？所以能不能宽限一下？比如分期，或者什么？或者不用还了？哎，不是不还，就是晚一点。一时间真拿不出这么多钱呢。你刚才不是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卖车卖房吗？你名下那套别墅至少价值500万吧？那我们住哪儿啊？租房。我和我妈当年不就是租房住的？那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怎么，你们天生就比我和我妈高一等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我们家借你们家钱之前，你们家还不输我们。还有，我妈她1个月工资3000块，养活家里3口人，还能存下钱。你们呢？1个月至少几万块，现在拿不出来1分还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3个月之内我要看到钱。走，法院见。你非要把事做这么绝是吧？绝？能有你们做的绝吗？这些年，我妈为了省钱，6年都没有买过新衣服。可你们呢，把整整2面墙都做成衣橱，凭什么我们省吃俭用给你们过好日子？你这么做会遭报应的。报应啊！奶奶，原来你还信这个呀？那么我倒正想问问了，我妈她遭的是什么报应？我妈她勤勤恳恳工作，勤俭持家，对您孝顺备至，每次去看您手里都拿着大包小包。可您呢，一边拿着我妈的东西，一边说他们不上档次。你又说嫌我妈挣的不够多，说她不如二叔。可我二叔为你做过什么？这也就算了，更可笑的是，你逢人就说我妈这儿不好那儿不行，这全家就只有我妈一个人操劳，这就是她的报应吗？那么我想问问，你的报应在哪儿？周建国，你看看你养的好儿子啊，他竟敢诅咒我！小雨，怎么跟奶奶说话呢？我这不是顺着奶奶的话说的吗？你们急什么呀？哎呀，我的老天爷呀！你说我们家怎么养了这么个白眼狼啊？你爸好心照顾弟弟啊，你就入罪改姓，好心劝你2句，你就咒我死了。你好啊，真不愧是一家人，还说养我。我那年得肺炎那次，出车祸那次，你人又在哪里？我不是年纪大了吗？腿脚不方便，可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呀。你以为我是傻子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那会儿应该在周恒家带孩子呢吧？我妈那时急着跟你借钱，又是怎么说的？你说小门小户的，身体若正常，哦就过去了。可谁家人天天上医院呀？然后让我妈别打扰你享受天伦之乐。我那次发烧到40度，肺炎，我人已经躺在抢救室了。我妈跪下求我爸，跟他借钱，一脚踢翻他，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要不是我妈把这件事当，我现在已经死了。行了，我也不想跟你们多说废话了。3个月把钱还我，在没有还我钱之前，别再来打扰我。站住！你走了，你妈怎么办？原来你还记得你有老婆？这话什么意思啊？与其问我，不如问问你自己，你这些年是怎么做的？我没有一点对不起她。是，连买碗的12块钱都不是，却肯借给二叔几万、几十万。忘记告诉你了，离婚协议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明天就会送过去。敢！和平离婚还是对簿
公堂，自己选。阿宇，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一会儿给你送去。美女总裁亲自给我做饭吃，就算是毒药，我也会咽下去的。周瑜，你什么意思啊？我厨艺已经长进了很多，好不好？好，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了。林宇，你爸和你奶奶在公司大厅闹呢。谢谢主任，我不想见他们。我看你还是去处理一下吧。你奶奶看见人就问你，然后就开始闹，现在挡在大厅里不让人进来啊。这群人怎么好意思闹到公司的？阿宇，你等我，我马上过去给你出气。没事，小小，这事我能解决。我现在下去。不行，你们谁都不能进去。你们要是不把周瑜叫出来，谁都不能进去。不行，不行，周瑜不出来，你们谁都不能进。不进。哎妈！给我让开！大家快看啊，这个就是那个把我们家要逼上死路的孙子。啥情况啊？他不是叫林宇吗？怎么叫周宇了？是啊，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到底在家干嘛了？让他奶奶闹进公司了。我听说过一些，据说是他被一个又丑又老的富婆给包养了，直接入赘，姓都换了。你们不赶紧上去打卡吗？不能走！你们谁有？不能走！我昨天有没有说还钱之前不要再来打扰我，否则我直接气死。听见没啊？听见没？你们大家伙都听见没？他爸就是管他借了那么一点钱呐，他就逼着他要啊！这个白眼狼，我们是白把他养这么大了。就是什么？林宇啊，你也太不是东西了吧！是啊，你爸含辛茹苦把你养这么大，他借你钱，你好意思要回去就算了，还要闹到法院？真是看不出来啊！你真是这么个畜生！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联名上报，直接把你开除。知道前因后果，就在这指指点点。什么前因后果呀？啊！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爸呀！对呀，那血还浓于水呢，那怎么在你身上就成狗屁了呀？你奶奶说的没有错，不管什么原因，既然是一家人，那就私底下自己解决呗，何必要闹到法院呢？周强，你就没什么想说的？你要在这装哑巴？什么装哑巴啊？有你这么跟老子说话的吗？你奶奶的意思，那就是我的意思。既然你非要闹得这么难看，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哎，记者朋友们，快进来！对，就是他，就是他。周宇先生，据我所了解，您的月收入并不算低，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您为了几万块钱和自己的亲生父亲闹到打官司的地步呢？周宇先生，请问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仅仅9万块而已，你就要将自己的父亲还有你的血亲往死里逼吗？古人言，百善孝为先，您这样做就不怕被同事唾弃，最后丢掉工作，丢掉一切吗？再怎么说，他可是您的父亲呀。柯建国，这些都是你请来的记者。还是周恒聪明，看来他真的怕。没错，周宇，我刚刚给过你机会，是你不懂珍惜。你要钱可以，那至少多给我们点时间啊！你为什么非得把人往死里逼呀？哎呀，是啊，记者同志们呐，我这个孙子他就是丧尽天良啊！他不仅对我和他二叔这个样子，他对他爸也是步步紧逼呀！你说我们把他养这么大，我们有什么错？有什么错呀？很好，你们犯了错，还如此冠冕堂皇。既然如此，那我就把刚才的话也还给你们。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是你们不懂得珍惜。我们法院见。哎呀，小雨啊，哎呀，你可不能走啊，不能走！哎呀，小雨啊，哎呀，你可不能走啊，不能走！公司感觉有点怪怪的呢，你看他奶奶这么凶，不会真有隐情吧？有点道理啊，毕竟林宇对咱们也没有这么咄咄逼人啊。哎呀，小雨呀，就算奶奶求你了，
这千万不能去法庭啊！不就几万块钱吗？奶奶还你啊！奶奶还你！我就是邵大姐，捡破烂我也要把这个钱还给你呀！别在这装可怜。周宇，这个人还有良心吗？你奶奶都给你跪下了，你居然说她是装可怜？除了你的工作，听说你还被富婆包，并且玩了钢丝球，请问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你现在心理扭曲吗？意外胡言，这是诽谤！相信我告你们！周宇先生，请你不要激动，你现在这个样子更像是恼羞成怒，被我们说中了小心思。如果你坚持说另有隐情，那么请你正面的回答我们之前的问题。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好啊，既然他们不愿意说，那就我来说。这些年，林宇，你看看你奶多可怜呐，何必闹这么难看？实在不行就算了吧，才几万，你月工资而已。不可能，你怎么样都行，反正我只要看到钱，而且不能跟我妈有任何关系。哎呀，小雨啊，奶奶给你磕头了，奶奶求求你了啊！这实在不行，再宽限几个月也行啊。妈，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个畜生他是不可能答应的。妈，你快起来啊！我不起来，我不起来呀！他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周宇，你奶奶都这样了，你还不答应吗？林宇，你是越来越过分了，钱就比奶奶重要吗？是啊，奶奶都这样了，林宇就几万，算了吧。你赶紧说话呀！啊，你是哑巴吗？难不成你要看到你奶奶死在你面前吗？既然你们都觉得我太绝情，那么我倒是有个新办法。那这么说，你同意我们不还钱了？不，我是看你演技不错，不如去当群演，说不定还能混上个角色，到时候还能早3个月还我钱。震惊！电视机前、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周宇这个人真的是毫无底线，居然让他年迈的奶奶出去打工还钱，这到底是道德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请大家继续跟我一起来看。畜生！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畜生！没错，我现在就给我们领导打电话，让他亲自过来看看林宇，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奶奶，你别跟这种人渣怄气。我们领导一个劲一直说不闹的，在此之前先削他一顿，人渣！住手！看谁敢动！你什么人？夏夏，你怎么来了？傻瓜，不来你怎么能行呢？放心吧，接下来交给我，老公。什么？这是老婆？不是说又老又丑吗？天哪，林宇这小子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在公司就前途无量，现在老婆也这么漂亮，那也不妨碍他是个畜生。这个就是周宇那个禽兽棒上的富婆吧？快拍快拍，今天的头条有的写了。闭嘴！好强大的气场，这到底是谁？女士，我们可是记者，可以轻易的曝光你，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嚣张。快拍她！长那么漂亮，谁知道是不是真富婆？说不定是花着金主的钱包养小白脸呢。金海，你们来拍我，你们老板知道吗？女士，别真以为找了个金主，自己就是个人物了。今天我就让你社会性死亡，多拍点。喂，陆总，您打电话来，什么？让那个女人接电话？喂，陆总，你们的人可真厉害，都敢欺负到我男人头上。说吧，他能听见？你现在被开除了，放下老哥的设备，立刻上！陆总，我可是连续2年的。我管你是谁，只要惹了这位大小姐，天王老子来了都保不住你，滚！刚刚还有谁要我老公好看呢？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猪还没喂啊，我先走，我先。那个我妈生了，我得先伺候她坐月子，我先走了。别走啊！别走啊！回来！你们呢？不是，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说话呢？你知不知道我是周宇他奶奶，那我也就是你的奶奶。有的长辈值得尊重，有的长辈狗屁都不是。你不是啊？那你也就不配进我们周家的大门？什么周家的？我现在姓林。周宇，你忘乎了没有啊？这就是你找的老婆？哼，我都听到了，我就是勾搭了个大老板呢，我知道在牛气什么。周宇，你也不怕他给戴绿帽子？你不用再废话，下午法院见。哎，这你们疯了？还真起诉啊？你真当我昨天是在跟你们开玩笑吗？不是，周宇啊，你也不缺钱，你为什么就抓着我们不放了？是啊，我根本不缺钱，但是这20年的光景全都被你们毁了，而且再也回不来了。不是，谁毁你了啊？我们那是在培养你，不然你会有今天这个成就吗？你爸那个贱人，那就是个破鞋。我们不收留他，有你什么事儿？说是被强奸，那说不定他就是出去水性杨花了。强奸？强奸？你说什么？啊，妈，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待着吗？你出来干什么？我在周家这些年，任劳任怨，我就算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吧？为什么要在孩子面前羞辱我？为什么？张叔，离我儿子远点！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儿子？周建国，你说话，你是不是一直觉得孩子不是你的？妈，你冷静一点，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不，非常重要。周建国。我当年出事，你就没有责任吗？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水性杨花？你还有良心吗？苏苏，周建国怎么还没来？不会又打牌去了吧？别等了，最近啊，这个强奸犯特别猖狂，已经谋害不少人。我和我老公一起送你回去吧。建国已经发毒誓，不再打牌了。他承诺今天一定会来接我，可能是雨太大，还在路上吧。他现在跟你们走了，他来了见不到我，该着急了。你们回去吧。哎，那好吧，那你一个人注意安全，放心吧。我不会这么倒霉吧？厂子里的人都走光了，可怎么办？哈哈哈！拿钱！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哎呀，是回来了，忘了时间了。原来这就是这些年妈任你们宰割的真相。妈，这么多年没受委屈了。你个贱女人，你还好意思说？你以为你是谁家的千金，谁家的公主啊？我儿子也上一天班了，他不累吗？他不需要休息吗？还要出去接你，你配吗？太说了啊！他强奸你为什么不强奸别人，偏偏强奸你？还不是因为你不得体吗？你闭嘴！如果当年周建国不打牌，会有这样的结果吗？你们怎么好意思把锅推到我妈头上的？叶总，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我说完了，我是叶总。小野是在那件事以后11个月出生的，怎么会是叶总？周建国，小如今天还要装哑巴吗？我不就是打个牌吗？那谁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儿？那又能怎么样啊？谁知道你后来又没有出去勾引男人？那当年你们为什么不赶紧报警？不能报警，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能报警？当年为什么还能有为什么呢？啊，这事儿传出去好听吗？啊，好听吗？是一个贱女人，啊，就是个水性杨花，说是被强奸啊，指不定出去去跟哪个男人偷情呢。
你个窝囊废，你想把当年的事情曝光出来吗？让老年也跟着去蹲大牢吗？没有，是吗？那既然这样，我作为儿媳和小雨的妻子，我必须要用林氏所有的资源，找出当年的真相，还我妈和小雨一个清白。这就不用了吧？当年的事儿都已经这么多年了，算了吧啊！我把小雨当成我亲生的，还不行吗？这怎么能行啊？小雨可不能糊里糊涂的就蒙受这不白之冤呐！哎，不要！我不想坐牢。哎，儿媳妇儿，这个求求你了，这当年的事儿你就让它过去吧。啊，爸，您叫我一声儿媳妇儿，您当年受的委屈，我必须得帮着解决呀。你说让那个坏人牢底坐穿，或者执行死刑怎么样？又或者说你补充一下当年的细节，我考虑要不要饶过那个坏人。我说实话，那个儿媳妇儿，你不能报警啊。这个其实当年我已经抓着那个人了，但是因为我弟缺钱，他给了一大笔钱，所以才翻篇。什么？畜生！你家的都是畜生！乔乔，报警！立刻报警！哎呀，不能报警，不能报警啊！他毕竟是你爸呀。我没有这样的爸爸。如果他坐牢了，你也会有案底，你们家的孩子也会有案底的。对，你放心吧，我和小雨的孩子，就算他一辈子不工作，林氏的钱也足够他花几辈子。算了，妈，这件事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结束呀！妈，你不管怎么说，我跟这个男人已经过了大半辈子了。好聚好散吧。周建国，签字。老婆，你原谅我好不好啊？我不能没有你啊！那这些年是我混蛋，我混蛋！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行吗？周建国，我再说最后一次，离婚！既然这样，那就不行，不能让他们离。我就知道这个女人心软，她不会让建国进监狱的。要是他们离了，以后谁给我当保姆？谁给我当出气筒啊？呀，什么协议呀？啊，你们都过了这么多年了，那以后就好好的过日子吧。哟，妈，没事吧？就看我们都不对啊！你过去被强奸的经历，还有你生过这孩子，你要是离婚了，谁还要你呀？事到如今，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妈，老公，你先别着急，先赶紧送医院。好，如果我妈有个什么3长2短，我要你偿命！我不就吃了张子儿吗？那是他自己身体不好，你怎么都能怪到我的头上啊？我见过无赖，我没见过你这种老无赖。奶奶，您真是恶。不过你放心，像这种东西啊，我的律师团队一天能复制出来几千万份，包你够。在干什么？哎呀，儿子，小周，什么事儿这么热闹？李经理，这就是我那个侄子，自以为傍了个暴发户，就对家里人吆五喝六的，您可得帮我治治，到时候把他送给兰姐，我们都有好处。哎，哈哈，美女你好，我是林氏集团分公司的总经理李万强，不知道美女尊姓大名啊？哪儿来的癞蛤蟆？李经理可是林氏集团的高层，你不就有点小钱吗？别给脸不要脸！
他能看上你，是你的荣幸。林氏集团分公司，你笑什么笑？林氏集团可是天花板的存在，李经理更是动动手指就能弄死你。李总还没生气，快求饶吧。妈，没事，后面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已经给周宇找了个好人家，你就等着享受天伦之乐吧。哎，不简单哦，原来美人叫俏俏，看着确实啊前凸后翘。说句实在的，你跟了哥，让你穿金戴银，这狗当的真差劲，连自己主子都不认识。你什么意思？信不信我弄死你啊？哎，李经理，哎，你消消气，别忘了，这可是兰姐要的人。哼，暂且放我一马，嘴巴尽量给我放干净点啊！我觉得我老公说的一点也没错呀。美女，你说你跟一个穷光蛋有什么前途啊？跟我走吧，只要你愿意，先给你100万。是不少啊，这不就对了吗？哎，穷鬼，赶紧给你老公分啊，他现在是我的了。可是我一看到你这张脸，我就想吐，可怎么办？我害怕我晚上睡觉做噩梦。要不你给我一张你的照片，我挂在门上避邪。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呀！把这小子的四肢给我戒掉，拿去喂狗。把这小美人给我绑床上去。你敢动他一下试试？我今天就动了，你能拿我怎么着啊？小美人脾气挺大，我喜欢。二弟，这乔乔不能动啊！他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婆婆妈妈的？他是谁重要吗？他再厉害，厉害得过林氏集团的高管吗？再说我这么做不还是为了帮你？哎呀，行了行了，别废话了，我现在都有点迫不及待了。上！忘了告诉你，我曾经拿过武术冠军。你要干什么？我跟你说过了，我是林氏集团分公司总经理，你不要动我啊！乔乔，剩下的交给我吧，不然白跟你学这么久。再有这种打打杀杀的事情，以后有我。我是林氏集团，我知道你是分公司的经理，但是在我家俏乔面前，你狗屁不是。你说这个这个俏俏到底是什么人？我刚才不是告诉过你了吗？连主子都不认识，算什么好狗？我可以给你点提示，俏俏她姓林。什么？现在知道我是谁了？不过我很好奇，你是哪个分公司的部门经理啊？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等等，你姓林就敢冒充林氏集团的人了？就算你是林氏集团，顶多也就是个小员工，不然怎么可能没见过李经理？真是差点被你们几个骗了！一个总公司的小员工敢跟我抗衡，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哼，看来公司内部还有问题呀。小美人，实话跟你说吧，我哥林氏集团的部长，而且是林总的未婚夫。所以说，小美人，你就从了哥吧啊！我会让你每天欲仙欲死。你说的李部长是李在明啊？对呀，李在明啊！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我告诉你啊，你不知道年总已经结婚了吗？还未婚夫，做梦！你个小员工知道个屁呀！我哥能骗我吗？你给李在明现在打电话，让他来见我，我倒是想看看他要怎么说。这女人到底什么身份？总感觉有无形的压迫感，而且她居然让我哥来见她。臭婊子，你还真拿自己当个人物了是吧？李部长什么身份？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一个小小的部长，在我眼里都是垃圾。小小的部长，那可是林氏集团，你当你自己是林氏总裁吗？恭喜你，答对了。什么？
刚才我就想告诉你，刚才他就说他自己是林氏集团的祖传嘛。是啊，我也想说，但你根本就不听啊！这现在该怎么办？李经理，你好歹是分公司经理，一定要帮我求求情啊！你那个样子，我本来以为你有多大的能力，现在看来也只是吹牛罢了。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前段时间我有幸瞻仰过林总，我被你根本就不是他这个样。这么说，我们都被骗了？小雨，说实话，你俏俏到底是不是林氏集团总裁？无可奉告。他还无可奉告，我看你是编不下去了吧？真相是什么？你把李在明那个垃圾叫过来，不就都知道？好啊，你既然执意要找死，那我就满足你这个心愿。不过到时候你伺候的可不只是我一个人。哎哥，你赶紧过来，我被人揍了。有个娘们说你是个垃圾。什么？你没跟他说我是什么人吗？我说了呀，可是他还说你是垃圾啊。很好，把位置发我，让他给我等着。好嘞。你的愿望我满足了。还是我的小儿子有本事啊，认识这么厉害的人物。妈，放心吧，这些日子您受委屈了，我一定让他们100倍偿还。别高兴得太早，待会儿啊，有你们哭的。行了，事到如今，你也就别装了。我劝你赶紧和这个女人离婚，然后乖乖的去伺候兰心，否则你也跟着完蛋。好啊，我倒想看看我是怎么完蛋。小叶聪啊，我劝你还是乖乖的给你二叔道个歉啊，然后承诺免去一切债务，再把积蓄全拿出来。现在一切还来得及。痴人说梦，你和周建国对我妈做的事还没算呢，待会儿再处理你们。好，小子有种。儿子，这个周宇铁了心了要跟咱们周家作对，待会儿你也不用给他留什么情面了。放心吧，妈，他越这样，我越兴奋。等会儿李部长来了，让他下跪求饶，那才好看吗？王九，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动我们李家人呢！啊，你终于来了！你看我的脸是他给打的。周宇，看见了吧？李部长，你还是跪地求饶吧，然后要俏俏把钱全给我，说不定我还会帮你们求个情呢。小子，原来是你呀！还不赶紧滚过来，让我弟弟出气，否则我让你下半辈子在医院里面度过。李部长，你好大的威风，敢欺负到我男人头上了？哪个男人我不敢欺负？林总，林总，林总，您怎么在这儿？林总啊，原来他真是林总啊！我也不知道啊。李经理，你不说这个女人不是林总吗？但是真是林总，这价格全完了，什么人？都是你这个废物！你不是你现在就是个普通人吗？家里就点小钱，这叫一点小钱。李部长，你在害怕什么呀？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不，林总，那个我不知道您在这儿，要不然我哪敢啊？什么？刚才你弟弟可是说了要我伺候你们2个人呢。啊！你傻站着干什么？赶紧过来给林总道歉！林总实在不好意思，大婶出了龙王庙，你马上都是我嫂子了。再说了，你马上也就成为我嫂子的人了，不是吗？你在胡说什么？不是，这是你告诉我的吗？不是，我知道这是秘密，这也没什么外人，你怕什么？李在明，你要不带你弟去看看脑子，他这智商是怎么活这么大的？有你什么事儿啊？哎，你不就是让林总宠幸了吗？我跟你说啊，早晚林总就是我哥的人。你不是你在胡说？不是你要打我干什么呀，哥？我待会再找你算账。林总，那个
我就是酒后胡言，请您原谅。你被开除了。什么？哎呀，林总，我就是酒后失言，而且您确实是万人瞩目的存在，你不至于直接就把我给开除了吧？啊？酒后失言，我自然不会说什么。但你弟呢？他是什么情况？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个分部经理？哎呀，林总，我错了，林总，求您饶过我吧，我知道错了。滚！一句话让我说第3遍的人，从来都没有好下场。好，我滚！小范，你。哎呀，俏俏啊，我的好孙媳妇儿！我刚才一见到你，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没想到你竟然真是李氏集团的总裁呀！是啊，走，跟奶奶回家，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吃你的东西，我觉得恶心。还有，我不是你孙媳妇，别乱叫。你嫁给我孙子了，那你自然就是我的孙媳妇儿啊！刚才是谁一口一个野种的叫他呀？收起你这副嘴脸吧。首先，俏俏不可能帮周恒；其次，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等处理完他们，到发。儿子，大孙子呀，是奶奶错了啊！奶奶在这里给你道个歉啊！你是你爸亲生的，血浓于水，那打折的骨头还连着筋呢，去吧。行了，别白费口舌了，你们就等待法院传票吧。俏俏，我们走。小雨，都怨你啊！你说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没有用的儿子，连个大孙子你都留不住。妈，你这事怎么能怪到我头上啊？你平时也没给过他好脸吧？你个窝囊废，你还学会顶嘴了啊！我是长辈，教训他2句怎么了啊？我平时让你给他点好脸，你就是不听，就是不听。你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啊？而且我所有的钱都给了周航了，拿什么对他好啊？你是猪脑子，对他们好还需要用钱吗？当年用那件事拿来了那个贱女人那么多年，铺的多好的路啊！啊，行了，我毁了。你俩别吵了，眼下最关键的是怎么解决这个麻烦。你俩吵了就有用吗？你看看你弟弟啊，不会是做生意的，能挣大钱，那脑子就是好使。你最棒了，儿子，那你说接下来怎么办呢？周宇最在乎，除了那个林总，就是他妈。他妈现在在医院，从他妈妈入手。哥，就看你的表现了。我妈，您搬过来跟我和小雨一起住吧。医生说您长期营养不良，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您搬过来之后，我和小雨啊，好好照顾您。巧巧，你是个好孩子，但是妈年纪大了，就不打扰你们年轻人生活了。妈，不过小雨如果对你不好，你一定要告诉妈，妈帮你收拾她。妈，您就放心吧。作为赘婿，我当然有赘婿的心态了。我怎么敢跟俏俏顶嘴啊？别乱说，妈该以为我欺负你了。那没有啊。说是入赘，但是家里哪件事情不是听你的？是你对我最好了。好，看到你们这么幸福，妈打心眼里开心。妈，我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说吧。首先，您一定要跟周建国那个畜生离婚。其次，我想把那个凶手找出来，把他们全都告上法庭。可是，妈，现在不是旧社会，我们要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再说了，这件事情如果不彻底解决，它会一直是你心里的一根刺呀。是啊，妈，您想想，当他们被绳之以法，您亲耳听到他们的审判结果，亲眼看到他们被抓起来，周建国以后还拿什么威胁拿捏你？妈，
这些年咱们母子俩怎么过的，您还不清楚吗？好，妈支持你们。好，妈，那你好好休息，我和乔乔去准备，一定要把他们绳之以法。去吧。那你好好休息啊。你快点！老婆，老婆，儿媳妇，之前是妈不对啊，我这不专门来给你道歉吗？你个小贱人，你还给我装什么？你给我等着，这件事结束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嫂子，别生气了，你看我给你带了水果，你是想吃苹果呀，还是梨呀？梨。好嘞，立马给您削一个。我说的是离婚。什么？你别将就不知。妈，别忘了咱们来这儿的目的。嫂子呀，之前是我们不对，你看啊，妈已经气得收拾过我哥了，你也消消气儿啊，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放心，以后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你们不是知道错了，你们是怕了。除此之外，因为我跟小雨这个血包不在，你们放低姿态，只不过是想继续吸血。够了！我已经都这样放下姿态了啊，你还蹬鼻子上脸了？妈，咱们停！我实在是演不下去，你这个给脸不要脸的贱人！你赶紧给周宇那个小畜生打电话，告诉他不许告我们，还有什么狗屁的还钱，不可能！做梦！你瞧好了，我会把你们对我带来的伤害，对小雨带来的伤害尽数奉还。你以为我们容易吗？啊，我们每天想着怎么样帮你去隐瞒，你把我们周家的脸都给丢尽了。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贞洁，贞洁！你给我们周家带来了什么？我们没把你赶出去，你就知足吧。啊！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少废话，赶紧打电话。不可能！好，既然如此，那你就等着被唾沫星子淹死吧。今天晚上我就回去告诉村里、镇里所有的人，你就是个狐狸精，整天在外面勾引男人。等你那些破事传得沸沸扬扬，到时候你看你怎么跟家人解释。你真无耻！嫂子，你看啊，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算了吧。你想想啊，林氏那么有钱，怎么会真心实意的接待你一个乡下人？如果闹大了，到时候我哥跟你离婚，娘家又回不去，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可怎么办呢？你放心，老婆，只要你让周宇撤诉，咱们还像以前一样生活。啊不，我会加倍对你好。以后啊，咱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哎，你看，我也不想坐牢。你想想，我要是坐了牢，那小雨那肯定也会被牵连啊。你让我想一想。哎呦，我的好嫂子，你就别想了。我哥这人你还不知道吗？说到一定会做到，而且这个事儿不光对你自己有影响，你想想你的弟弟尹成闹出这种丑闻，他也要被戳脊梁骨的，这就是你希望看到的吗？是啊。谁他妈在这儿胡说八道？我打死他！小程，你怎么来了？周建国，你当时娶我姐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要不是小雨跟我说，我都不知道你们瞒着我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的妈，这咋回事啊？这是不知道啊，就看着拿着棒子，好像要打人啊。出轨被抓了，看着也不像啊，都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是啊，小舅子，你先把棒子放下，有话好好说。你让我好好说，你让我姐受这么大伤害，我没直接收拾你已经是在好好说了。哎，是，但咱毕竟是一家人，有事好商量嘛。我不想跟你们商量，这件事儿就交给小雨去处理吧。哎，嫂子别生气呀。那个尹成啊，赶紧过来帮忙劝劝你姐。事情你是知道的，如果闹大，对你和你姐
都没好处啊。我一个光棍，我有什么好怕？但这件事今天必须有个交代。我也不对，5万，我帮你请。5万，我帮你请。什么？尹成，你可是我的亲弟弟，我这些年虽然没钱，但也没有亏待你吧？你怎么能用我的事去换利益？好，5万，只要你能帮我解决这件事情，钱一定立马到账。是呀，姐，你看这件事儿，说小不小，说大它也不大，都多长时间以前的事儿了。你看看你弟，这裤子都破洞了，都没钱买，你就当成全成全，好吧？滚！你给我滚出去！我今天要是拿不到这5万块钱，我就待在这儿不走了。咱爸妈走就走，你说过你会照顾我的。嫂子，我看你弟弟可比你明事理多了。我看呐，这件事你就答应了吧。现在除了你那个已经入赘的儿子周宇站在你这边，还有谁向着你？你真要和所有人对抗吗？对呀，姐，你看你也这么大岁数了，你离了我姐夫，你也找不着别人了，这不划算啊！而且周宇他就是个孩子，他什么也不懂啊。我还没结婚呢，这事儿要传出去，谁还愿意嫁给我呀？你也为你弟弟考虑考虑吧。就是，虽说你已经嫁到了周家，按理说你就是我们周家的人，但你终究是一个外姓啊。说到底，你是人家尹家的人。这尹成到底是你的亲弟弟吧？你不想把这事儿弄大吧？那尹成要是真的娶不上媳妇儿，你们尹家可就断子绝孙喽。是啊，你们都是畜生，滚出去！都给我滚出去！你敢骂我？哎呀，你不知道啊，你们都不知道啊。这件事终究还是过去太久了，根本无从查起啊。放心吧，我会发动我所有的人脉，不管怎样，一定要还咱妈一个公道。医院？林总，不好了，出大事了！哎呀，什么情况？你那边怎么那么乱呀？您婆婆的家里人来闹了，足足4个人，还有一个带着根棒球棍。您婆婆现在的状态很不好。你们帮我看着我妈，千万别让她受伤，我马上过去。乔乔，我妈的事就拜托你了，一定要找到证据，让他们把牢底坐穿。你放心去看妈吧，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好。都是畜生，滚出去！都给我滚出去！好啊，我好心好意来看你，你竟敢撵我！哎呀，你们不知道啊，我儿子可怜呐，命苦啊！这个狐狸精整天在外面跟男人卿卿我我呀，这都玩到医院了，还惦着要分我们的家产呢！哎呀，还有这事儿，这女的一把年纪了还出去瞎搞，哎，也不嫌害臊。你看看老人家气的，你颠倒黑白！嫂子，算我求求你了，我哥把全部都给你了，就让我这个做弟弟的都掏出了30万呢，我们家真没钱了，嫂子，我求你放过我哥吧。哎，你真是个小家精。就是，你看你小叔子和婆婆多好的人啊，你这么做还有点道德吗？他们在胡说，明明是他们一家吸血鬼压榨了我这么多年，明明是怕我把他们告上法庭，他们才在这里装可怜的。哎呀，儿媳妇儿啊，这么多年，我们家对你可是百依百顺呐啊！我对你更是打不敢还手啊！我更不让我儿子提出跟你离婚吧？啊，你怎么就这么对我们呢？你们。这女的怎么这样啊？真是不要脸！谁说不是呢？她老公一家子脾气这么好，
这都能忍这么些年，要是我早就把他赶出家门了。恶心死了！刚刚看他哭那么惨，以为受多大委屈呢，没想到居然是这样。他身上不会还有什么脏病吧？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妈，让开！妈，别怕，有我来了啊！少爷，我没有，妈没有那么做，明明是他们。别怕，你别哭了，有我呢，一切都有我，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一个快要进监狱的人了，居然还敢在这儿闹！大家过来看呐啊！这个就是这个狐狸精和外边跟野男人生的野种，我们含辛茹苦把他养大，他居然要把我们送进监狱呀！哎呦，哥们儿，咱做人得有良心啊，咱不能助纣为虐呀！是啊，兄弟，你看你奶奶还有你爸爸多可怜呀！这样的母亲根本不值得你这么去维护她呀！没错，泥土之反吧，别再被你妈骗了。住口！真正被骗的是你们！你们到底是什么情况呀？就是他，还有他。那年我妈意外被侵犯，就是这两个畜生收了那个人的钱，直接翻篇。什么？还有这种事情？他在撒谎。哦，是吗？你们看看我妈的手，冬天零下温度。你这个毒老太，逼着我妈用冷水给全家人洗衣服，现在她手上到处都是冻疮。你们再看看她的手，一个老太太细皮嫩肉，像是干过活的样子吗？还真是这样。还不只是这一点，这些年我妈在你们周家受的委屈还少吗？你们现在居然好意思倒打一耙！这也太不是人了！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猪狗不如的东西啊？是呀，这种人就应该拿去枪毙啊！所以我刚刚还觉得他们家可怜，没想到都是假的。就是。妈，您一定要坚强勇敢起来，有我在，以后您身后不但有我，有娇娇，还有林氏，您不是孤单单一个人。我知道了，谢谢儿子。你放心，我会安排保镖24小时看护你，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小李可真是出息了，居然有保镖24小时的守着一个老太太。老婆，你终于回来了。我再出去旅游一周，这家里搅得天翻地覆的，怎么说你？哎呦，老婆，你不在，我都快活不下去了，你快救救我呀！周宇让我还钱。还钱？还什么钱啊？咱们家又不欠他钱。你没有欠钱，你心里难道没数吗？就算欠钱，那也是欠大哥的钱呀。周宇他一小孩子，能有什么钱啊？你说是吧，大哥？这无所谓，你留的这些话给法官说去，我没兴趣听。瞧瞧我们这大孝子，怎么？你是想把全家，包括你的亲生父亲，一起告上法庭啊？你就不怕？不好意思，别拿这些来威胁我，这些小伎俩，我的好二叔已经用完了。好，是吗？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可得算算账了啊！既然你非要把全家告上法庭，那你就去告。哎呀，你婶子我啊是乡下人，也不懂这些，麻烦啊，你帮我把你妈顺便一起告了。这是欠条，你们想赖也赖不掉的。这是当年的霸王条款，我妈当年已经还清了，你现在拿出来是什么意思？嫂子早就还了。周恒，有这事儿啊？你还藏私房钱呢？这怎么可能嘛？咱家钱一直都是你管。再说，我也不记得嫂子当年还钱了呀。周恒，你怎么能这样？这钱本来就是周建国借给你的，当年我需要这钱救小雨的命，所以才给你们写了欠条。2年内我就还清了。
嫂子，别激动啊！我这人吧，虽然不懂啊，但是我知道这凡事啊得讲个证据。我的欠条啊，在这儿呢，你来了。这都是陷阱，我是直接交到你们手上的，哪来的证据？那就是没有证据了。那你凭什么说你还钱了？我算一下啊，一共是8年，42万算上利息，我给你抹了40万。嫂子，这个钱你什么时候还我呀？你无耻！无耻！再无耻能有你这高材生无耻啊？给有钱女人当赘婿，还直接改姓啊！老祖宗都不认了。这也就算了，还把全家人告上法庭，真是闻所未闻啊！别废话了，赶紧还钱啊！对了，我只要你妈妈的钱，不要你的钱。如果还不上，咱们一起法院见。没错，到时候让全国的百姓都看看，这个把全家人告上法庭还逼着还钱的白眼狼长什么样子。你们太无耻了！我为什么要告你们？你们心里清楚，当年周建国给你们的钱是我的奖学金，你们应当还我。还高材生呢，你不会以为这上嘴皮子下嘴皮子一碰，这理都在你们这边了吧？你说是你的钱，证据呢？啊，再或者说借钱的证据呢？银行流水清清楚楚记录着周建国给你们的转账，有备注还款吗？或者说我们家周恒有给你立字据吗？你胡言乱语！行啦，这个钱啊是你爸投资火锅店的钱，至于回款啊，我们后续会给你爸的，就不用你操心了。好，很好。我当年发了奖学金之后给周建国，周建国又把钱转给你们，这你怎么讲冤？你这说的什么话呀？那你爸转给周恒的钱是他自己的钱，至于你这奖学金啊，你孝敬你爸了呗。我们怎么知道去哪儿了？行了，别这么看着我，我可不像你啊，六亲不认的。如果你还承认你是周家人，我就不用你妈还钱了。你休想！好，这煮熟的鸭子啊，就剩下嘴硬了。那我们就等法院传票啊，我倒要看看，到时候这坐牢的是谁。好样的，周宇呀，你也有今天啊！你既然不愿意承认你是我们周家人，好，那你就还钱啊！反正你老婆有的是钱。我就是欠钱了，你能拿我怎么着呀？有本事拿出证据啊！婶婶，幸亏你这几年就这点招式，我终于等到你说出这句话了。放心，剩下来的账我一点一点跟你们算。啊！你们给我滚出去！大不了我到时候让乔乔还。这骨头可是真硬啊！既然你非要还我这40万，那我也没办法啊。对了，记得备注还款啊。周恒，妈，咱们走。小雨，都怪你不顾一家人的亲情，执意把事情闹大。要是想清楚了后悔了，我就跟你婶婶好好说说，大可不必。请你走了，少得我。姐，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那我先走。妈，小雨，都怪马太太，又拖累你，现在怎么办？妈，您怎么会拖累我？放心，我呀早就做好准备了，因为我最清楚我婶婶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陆言，没错，就是。我们现在只需要静待时机，让他们永远没法翻身。这个小畜生居然真敢把我们告上法庭，连他妈也不管了吗？激动什么？既然他非要折腾，那我就奉陪到底。老婆，现在该怎么办嘛？别急，欠条充其量是个缓兵之计，能炸到最好，炸不到拉倒。时间紧迫，明天开庭前
你跟你哥去给他道歉。哎，没用的，老婆，道歉这个法子我都用了无数次了。是不是傻呀？谁让你真给他道歉了？我是让你去拖延时间，剩下的就交给我，我会把那个假欠条变成真欠条。老婆，你太厉害了，能娶到你，这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呀！我爱死你了。小雨，大侄子，你可算来了。你似乎很期待在法院见面吗？这小子怎么知道？小雨，小雨，你二叔他真拿不出这么多钱，你看能不能？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是你们不知道珍惜。老公，俏姐来了。周叔，我发现你可真有意思，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着你弟弟呢，真不知道该说你是兄友弟恭呢，还是伏地魔呀？我劝你还是赶紧想想你自己吧。你别说话那么难听嘛，那我毕竟是做大哥的，那让着弟弟那是应该的，而且我……行了，我不想听了。如果你实在拿不出来，卖车、卖房，也要把该我的钱拿出来。小雨啊，你就饶了二叔吧，3个月一定拿出来。你当法院是你自家开的，那爸那笔能不能再等3个月？你那天和我奶奶来公司闹的时候，你有想过这3个月的事情吗？对不起啊，都是我的问题。而且你知道爸爸的情况，爸爸是真拿不出那么多钱。你的卡里应该还有点，然后再找二叔借嘛。你们是亲兄弟，我二叔这忙应该不能不帮吧？小雨，你二叔他也困难。卖车，那台桑塔纳至少是3万吧？那不行，那是我上下班用的车子，住我单位那么远，以后怎么上班啊？可以坐公交呀。我妈当年上班的时候，每天通勤时间至少3个小时，再加上兼职，至少要5个小时。她能挤公交，你就不能吗？我是男人，那车就是脸面，你现在知道要脸面了？哎，小雨啊，你爸这些年也不容易。再说，儿子把老子告上法庭，这传出去也不好听啊。你爸以后还是要被人笑话一辈子的。被人笑话一辈子？那当初你收强奸犯钱的时候，你怎么不想到会有今天？而且至于那笔钱，我本来也没想为难你们，我只是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你们当初碰那笔钱的时候，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吗？我那时候觉得你还小，我还小就可以动我钱吗？我那会儿5岁，您跟我说别人的东西不能碰。我现在24岁了，我把这句话还给你。小雨，爸真的知道错了，你能不能再给爸一次机会？钱的事情还有商量余地，让我妈妈的事儿彻底没有余地。呀，瞧瞧我们小雨多孝顺呀，什么事儿都想着妈。这不知道的呀，还以为你要吃奶呢。老婆，你终于来了。周宇，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撤诉，否则就让你妈万劫不复。我倒想知道你怎么让妈妈万劫不复。还有，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呀！马上就要开庭了，别在这儿废话。玉子，我们走。哎，小雨，好吧，都搞定了。20岁。你什么搞定了？今天不是来救小雨的吗？现在小雨还是没有答应，我们怎么办？真是个十足十的蠢货。等在他身上吸不到血了，我就让周恒彻底跟他断了联系。行了，别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等着看好戏吧。走，我们进去。哎呀，大家伙都过来给我瞧瞧啊！这个就是那个要把他亲爸爸、亲奶奶、亲二叔告上法庭的人呐！你们说我怎么这么惨呢？怎么养了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呀？
早就听说这个案子有意思，没想到上来就能刮齿，没白来。该说不说，现在的小孩真奇葩。我看介绍说，就因为他爸用了他点钱没还，就告上法院了。不止在线，他还污蔑他妈被强奸，他爸拿了钱还不为他报警，就这都坏到根儿上去了。他妈还出庭给他作证，要我看他妈也不是什么正经人。再敢胡言乱语，小心我告你们诽谤！哎呀，孙子呀，亲孙子呀，你就撤诉吧啊！奶奶保证全还上，我就是少大街捡破烂，我也把这些钱全部还给你啊！你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就别在这儿闹了。你能不能别再演戏了？这什么叫演戏啊？你奶奶这么求你了，你还有没有良心？再说了，你爸爸养你这么大，花了一点钱怎么？他什么时候养过我？我是我妈一点一点拉扯大的。笑话，哪有亲爹不养儿子的？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好，就算没养你，总生你了吧？这份恩情你怎么还？哟，别说了，别说了！我孙子要是不开心，回去他又该打我了。他居然还殴打老人，真是一赤裸裸的畜生！大娘，要我说，您应该反过来把他告上法庭。哎呀，我可舍不得呀！如果他有了案底，他可咋活呀？你不去当演员，真是太可惜了。这些年，你指使周建国把我们家的存款全给周恒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活？哎呀，我说乖孙儿啊，你误会了，那些钱是你二叔借的，到时候他一定要还的。你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互帮互助的啊，再正常不过了呀。妈呀，你说的都没错，可这个小混蛋怎么能听懂嘛？我们做长辈的只能打碎牙往自己肚子里咽呐。哎，是啊，想当初他出事儿，这医疗费都是我们家出的，现在翻脸就不认人了。早知道啊，当初就让他躺在床上自己痛苦了。做人做事要讲良心的。你看你家人对你多好呀，都这个时候了，也只是埋怨你两句，要不你干脆撤诉吧。你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就别在这儿装好人。当年的医药费是周建国拿着我们家的存款给他们的。不光如此，若不是我妈跪在他们面前抢霸王条款，才能拿出来这份医药费。啊，还有这事儿？这到底什么情况？一人一个说法。一派胡言！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嫂子跪下求我呢？是吗？那为什么我们会闹到这个地步？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都是你老婆指使的。我老婆指使的？你们颠倒黑白的能耐真是有一套呀！到底谁颠倒黑白啊？你为了成功入赘林家，瞒着我们更名改姓，这也就算了。那林巧巧还让你跟我们一刀两断，现在好了，闹到法庭上受益的还是他，你这是帮着对方来欺负自家人。法官到。哎呀，青天大老爷呀，你可算来了，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肃静！法官大人，我跟你说呀，你只要替我们劝劝我这孙子就行啊，千万别给他判刑。肃静，肃静！若再认此，先到出去！全体起立！本法官宣布，就周建国、周恒欠款一案，因诉讼被侵害一案，正式开庭，请原告、被告及其双方律师入座。哎呀，我说乖孙子啊，你老婆一直让你跟我们打官司，人呢？这都要开庭了，怎么还没来呀？就给你留一个律师啊。你可以问问你身边这位王律师，这位张律师是怎样的存在？有什么好问的？不就一个破律师吗？谁没有似的？你少说两句吧。这张律师可是律师界的不败神话，从业20余年，从未败诉。我早知道是他，我就不答应你们了。什么？竟然这么厉害？不行，我得闹出点动静来。请原告辩护人进行案件陈述。
审判长，被告方多次向我方借钱，时间长达数年，且至今仍未归还。除此之外，我方还了解到被告方周建国……你胡说八道！他们兄弟两个还存在借与不借吗？再说我们家建国本身就说是入股的。肃静，你让原告辩护人说完。老太太，这法庭不是你能胡闹的地方，别说了，不然他真把你赶出去。我方还了解到，被告方周建国及其母亲张凤霞收取不义之财，隐瞒受害人尹素素被侵犯一事。鉴于被告方行为恶劣且严重影响社会安定，我方要求被告方首先偿还我方的经济损失，其次向被害人道歉，最后依法处置被告。审判长，关于借钱一事，我认为本就无从谈起。首先，原告周宇当时是主动给监护人周建国转账，既是监护人，可默认成是孩子想让父亲帮忙攒钱。其次，周宇和周建国乃是生物学上的父子关系，亲生父亲用孩子一点钱似乎没有什么过错吧？这王律师说的没错，这一家人哪分得那么清啊？张律师那么厉害的律师，怎么接这种案子啊？难道真的要打破他的不败神话了？这里是法庭，不是家庭，我们讲的是法律，不是感情。我的当事人当时在转账时已经成年，所以没有监护人一说。周建国就是私自挪用当事人的钱财，这是盗窃。什么法律呀？这人要是不讲感情，那还是人吗？你们都是一些没血没肉的畜生！这老太太说的太对，是啊，张律师也太能写了，怎么能说这种话？那要是按照你们这么说，还要法庭干什么？你们这是藐视法庭！肃静，肃静！原告刚才所说的属实，你们被告还有什么新的证据吗？等一下，不愧是律师界神话，这气场好恐怖。他想干什么？我认为被告方辩护人发言儿戏，作为专业人士，连感情和法律都混为一谈。我要求检查他的相关证件，否则他不具备继续辩护下去的能力。什么？原告的诉求合理，请被告的辩护人拿出有效的证件来。原告辩护人，被告辩护人的证件无误，本法官驳回你的请求。好的。王八蛋，他分明知道我有证件，就是单纯想恶心我。请被告说出你们新的证据。请允许我的当事人，也是事件的当事人亲口陈述。周姐，爸，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爸了。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儿子的话，我希望你是这个家唯一一个还有良心的人，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我申请原告方暂停发言，他的话会恐吓到我的当事人，而且让我当事人的判断受到影响。申请通过，同时向原告发出第一次警告，请被告发言。哎呀，可怜的儿子，我知道你舍不得小雨，妈也舍不得呀。可是人家已经把咱们告上了法庭，毫不顾及家人的情感呢，咱们就当没生过这个孩子吧。他怎么能骂你？当年我确实借着我弟周恒一笔钱。你个死老大，你个死老大，这个节骨眼上你胡说什么？你也想当那个白眼狼啊？哎呀，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这个老大和那个大孙子都嫌弃我这个老太婆呀！啊，我就让家庭团结一点，他就这么难呢？好，我明天就去扫大街捡破烂，我也要把这个钱给你还上。你们满意了吗？妈，我这不是话还没说完吗？虽然刚开始确实是借的，但后来我和我弟商量了一下，你决定改成入股了。审判长，被告周建国的言行明显受到被告张凤霞的影响，他现在的话已经不能作为证词。
被告，你是否确定你所说的都是事实？就这一个亲弟弟呀，确定。审判长，被告状态明显有问题。审判长，我方有证据可以证明周建国说的是事实。证据拿出来。这份文件是周建国将借款变为股份的承诺书，以及火锅店股份转让合同，上面的手印、签字还有印章均属实。证物有效。原告，你是否还有什么想说的吗？首先，我方合理怀疑周建国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签署了这份协议。其次，如果一定是入股，那么这些年的分红呢？审判长，这些年火锅店经营的不是太好，可以说是入不敷出。但是为了不辜负大哥的信任，我们一直都是贷款维持的。这份文件就是借款证明，还有流水证明。被告方提供的证据无误。请问原告，你们能提供新的证据吗？审判长，他们提交的是伪证。你胡说八道什么？都是银行出具的证明，每一笔都真实有效，怎么可能有假？还是你觉得我一个小火锅店老板能让银行帮我作假？被告方，你要注意法庭纪律，是真是假，我自有判断。如果你提供伪证的话，你同样面临牢狱之灾。哎呀，对不起，审判长啊，我这也是太着急了，我们也没想到这些年我们竟然养出一个白眼狼。我老太婆这是家门不幸啊，命苦啊！你除了这一句，还会说什么？原告，请你要注意你的态度。不好意思，审判长，我们还是继续回归今天的案子吧。我刚才提交的那份资料是周恒的个人财产证明，是通过正规渠道、正规手段获得的明面上的证明。你敢偷偷调查我？我刚才说了，是通过正规手段获得的，怎么能算偷偷呢？这份材料上清晰的写清楚了，周恒名下的财产，豪宅价值100万。周宇，我们拿你当自己，你却要置我们于死地呀！哎呦，我真是伤透了心。你跟你那个狐狸精的妈是一模一样啊！好，既然你们想鱼死网破，我们也就不留什么情面了。您还是先想想周恒做伪证的事怎么处理。这房子它能代表什么？唉，还真是不知者无畏啊。他一边说入不敷出，年年借贷，又一边住豪宅开豪车，却又不能分红，这不矛盾吗？如果不是他火锅店的盈利，难不成周恒还有其他非法收入吗？诽谤、污蔑，审判长，我要告他。我方当事人只是合理猜测，根本不存在诽谤。没错，被告，请你解释一下你这辆豪车、豪宅的来历。我大哥借我钱，审判长，我们承认借了大哥的钱，但是这钱究竟属于谁，我们一个都不知啊！既然被告已经承认罪行了，那我便宣判结果了。儿媳妇，你胡说什么呢？我们这有还钱吗？等一下，被告，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周宇，我们不好过，你妈她也别想好过。这个是尹素素当年给我们借钱的证据，审判长，我们希望拿回。审判长，这件事与本案无关。如果李女士也想追回欠款，那请重新走诉讼流程。没错，被告方，如果你没有什么新的证据，我便宣判结果了。审判长，我申请把这件案子并入一起审判，我不想跟这些垃圾再浪费时间。学长，他竟然能提出这份证据，说明是有备而来的。我完全没有准备啊！我是贸然定案，可能对我们不利。放心吧，你猜不到。原告，你确定要加入新案件吗？我确定，并且我有新的证据。什么证据？你在耍什么花招？婶婶，您那天去我妈病房的时候，我录音了。审判长，请求播放录音。作发。我就是借你钱了。关了，这不是我。怎么，你还想狡辩？
现关于周建国、周恒欠款一案、尹素素欠款一案，现在已有确凿的证据，过错方就是被告方。审判结果稍后公布。现在开始尹素素被侵犯一案，由原告的辩护人进行案件的陈述。巧巧怎么还没来？按理来说，这个时间应该已经找到强奸犯了呀。被害人尹素素24年前被人侵犯，她回到家后请求丈夫周建国报警。周建国气愤的第一时间跑出家门，但是不久就回到家里。他以颜面为由，让被害者放弃报警。直至前几日，被害人才从他口中得知，原来当时是因为他收了施暴者一大笔钱。现在我方要求被告诚恳道歉，然后依法处理。这个之前跟老太太说的不一样啊，居然还有这么判人听命的事，简直令人发指。他就不配为人夫，直接拉出去枪毙！嚷嚷什么？瞎嚷嚷什么？你这法官大人还没说话呢。他们是在撒谎，撒谎！你们说啊，这世界上谁能为了点钱把自己的老婆卖了，是吧？还真就有这样不要脸的人。肃静，肃静！原告方的叙述是否属实啊？审判长，这是纯纯的污蔑，我要求对方拿出证据。被告方要求合理，原告，你们是否能拿出新的证据来证明你们说的属实？林总还没抓到当年的强奸犯吗？我已经给他发很多信息了，他一直没有回复。这么长时间了，巧巧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妈，您放心吧，巧巧她本身就是武术冠军，而且身边又带了那么多保镖，对付一个上了年纪的强奸犯绰绰有余。张律师，麻烦你尽量拖一下时间，我继续来。行，但是一定要抓紧，我拖不了多久的。审判长，都这么长时间了，对方还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据，是否可以宣判我当事人无罪？我看不是拿不出来，是压根就没有吧？我大哥这人本分老实，怎么可能干出那种事儿？没错，就是这个尹叔叔水性杨花惯了，哼，看我儿子老子，他就想骗点钱。法官大人，赶紧把这些人都抓起来。原告，你们是否有证据证明这些都是真的？当时在我儿子公司楼下，周建国亲口说的，真的。是你听错了吧？我可从来没说过这种话。我不想坐牢，都过去20多年了，当年那个强奸犯不可能找到，只要咬死不松口就能瞒过去。我的当事人已经否认，你们还有什么证据？审判长，这是那天的监控录像，里面可以证明周建国确实承认过当年的罪行。不是说监控录像已经处理了吗？怎么还有？我也不知道啊，当时确实给处理掉了。请审判长播放证据。播放。没有声音，怎么证明我的当事人说了什么？这个录像在我们去取时已遭到人为破坏，由于时间紧迫，而且破坏程度高，暂时无法修复声音。但是真正关心这个录像的人，只有你们吧？刚才可是张大律师您教我的，凡事讲究证据。你现在凭空猜测，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益。审判长，既然他们已经拿不出任何证据，我请求立即宣判结果。审判长，新的证据正在路上，请再等等。多久？30分钟。就等30分钟。好。审判长，都过去这么久了，我看就没有必要再等了吧。原告，你确定还有证据吗？审判长，我确定。还有30秒，再等等吧。我说大乖孙啊，就别白费力气了，要不奶奶帮你数，5、4、3、2、1。
时间到，证据呢？鉴于原告没有新的证据，那现在我就要宣判审判结果。等一下，王大牛，看来被告和王大牛很熟啊。我不熟。那你还知道他的名字？还有，你这么害怕干什么？我没害怕。路上车坏了，耽搁了点时间，对不起啊。你没事就好。这就是你们新的证人吗？就是他。虽然当年他只露了个眼睛，但是我打死都忘不了。对不起，当年是我犯浑，我罪该万死，只求你能消消气。东躲西藏的日子我已经过得够了，我再也不想在担惊受罚中惶惶度日了。你就是当年的强奸犯。没错。你是否给周建国钱让他保密？不只是他，还有他妈。我虽然是畜生，但是他们连畜生都不如啊！被告，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石大人，不能因为他们随便找个人过来就宣判。我全都认。苏总，我对不起你，结婚这么多年，没让你跟孩子享过一天福，你受了那么大伤害，我学费的钱都没有还，我不对，是我不对。全体起立！我宣布这3案的判决结果：周恒在3日内偿还周宇10万元；李艳涉嫌敲诈勒索，而且金额巨大，判处10年有期徒刑；周建国、张凤霞收赃而且隐瞒真相，被判定为帮凶，而且影响恶劣，判处10年有期徒刑。老公，吃饭啦！香喷喷的火锅哦，这次啊是妈调的底料。哟，妈调的呀？那得赶紧多吃2口。你什么意思呀？这个嘛，得比粉红蘑菇他们卖相好一些。妈，你看他，他就是嘴贫。我家俏俏做饭多好吃啊！对，好吃。他要不想吃，以后让他饿肚子。还是妈妈好。我才是你亲生儿子吧？你们，妈有一件事要说。怎么了，妈？妈，你偷偷告诉我，不跟他说。他刚才还嫌我做饭不好吃呢。不告就不告。大半生的痛苦彻底结束了。恭喜妈妈！从今以后啊，我们一家3口，不是一家4口，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的。乔乔，我要当爸爸了。妈，我要当爸爸了！我爱你了！当爸爸了！这样。世间喧嚷，当愿望虚无缥缈，要爱着爱着找你依靠，相反的所有地上享受。